你是不是每天被手机通知轰炸到精神衰弱，大脑专注力被演算法切成无数个15秒的碎片，只剩下满满的空虚跟数位焦虑？我是 OV， 这不是你没自律，是大脑中的杂讯病毒。今天用减法大师梭罗的底层逻辑，教你一键开启灵魂静音术，强行夺回你的专注力主权。Welcome to Origin Vance。汉仪最近好吗？我是 OV， 带你用游侠之眼看穿世界。欢迎来到 OV 的原理游侠之旅频道。今天我们要来做一份超级特别的解析，叫做系统重置，在喧嚣的世界中夺回你的专注力。各位玩家，活在2026年，我们现在最大的奢华早就不是你拥有些什么了，而是你能漏掉些什么。说真的，你最近是不是觉得现代生活这款连线游戏玩起来特别累人呢？让我们直接切入重点，你的大脑作业系统最近是不是正在经历一场无声的系统大宕机？每天 AI 助理帮你整理那些永远读不完的报告，社群网站的演算法变着花样在挑逗你的情绪，还有工作群组的通知简直像夺命连环扣一样闪个不停。如果你觉得生活吵得让你快要窒息，甚至感觉灵魂都被榨干了，听着，我想告诉你，这绝对不是你的错。你的疲惫感是非常真实，而且完全合理的。因为我们现在遇到了一个超巨大的核心 bug。大家想想我们的大脑是几十万年前演化出来的旧硬体，但我们现在却硬要它去跑2026年这种超高频宽的软体数据流。问题就在这里我们试着用远古的硬体去同时处理后台几百个超级耗能的现代数据串流，难怪我们表面上看起来像个正常人在过日子，但大脑的 CPU 早就已经严重过热，甚至快要烧坏了。所以为了修复这个 bug， 今天的系统更新档总共包含5个部分。首先是现代系统大宕机，接着带你认识第一位系统工程师，再来是心灵自由度公式，然后教你如何建立数位防火墙，最后当然是 OV 的个人心得总结。准备好下载更新档了吗？我们直接开始。第一章，现代系统大宕机。简单来说，就是你的大脑记忆体真的已经见底了。接着来到第二章，我们来认识一下史上第一位系统工程师亨利·大卫·梭罗。他绝对不是什么反社会的奇怪隐士，他可是个超前部署的硬核玩家。梭罗曾经写过一段超油绿亚的话：我步入丛林，因为我希望活得深刻，吸取生命的所有精髓。我要生活的扎实，把一切不属于生活的内容剔除得干干净净。他跑到瓦尔登湖畔去住，根本不是去度假打卡的他是为了对人生这个超复杂的作业系统进行一次最严苛的原厂设定还原。他要亲自去测试，人类要维持生命高效率运作，最低的硬体需求到底是什么？结果，你们猜他测试出来是多少？28.12美元。这个数字绝对会让你下巴掉下来，这就是他自己砍树盖那间小木屋的全部花费。他用这个不可思议的数字向我们证明了一件事：维持一个高品质的人类生命，基本需求其实低得超乎我们的想象。我们现在每天拼死拼活、疯狂内耗换来的那些多余财富，很多时候其实只是拿去买了会拖慢系统速度的流氓软体，还有系统赘肉而已。第三章，心灵自由度公式。既然知道硬体需求很低，那么我们来诊断一下现代人的 bug。接下来这个公式超神，大家听好心灵自由度等于真实的内在体验除以演算法杂讯乘以无效资讯输入。这精准地点出了一个残酷的事实：当我们大脑接收的资讯输入量远远超过我们能消化的能力时，多出来的资讯就不再是知识了，它会变成让我们大脑慢性中毒的毒药。你底下的分母杂讯越大，你的心灵自由度就越趋近于零。想想看，你每天早上的资讯输入数据，这真的会让人会心一笑，但又觉得好悲哀。50% 是网络上陌生人的隔空论战，30% 是网红又在现实动态炫富，20% 是跟你八竿子打不着的国际八卦。
很多人早上眼睛一睁开，牙都还没刷就躺在床上看这些东西，无偿地把自己变成了演算法的免费流量燃料。你的皮质醇一大早被榨干，搜罗要是看到，绝对会摇摇头对你说：朋友，你以为你拥有了那台智慧型手机，其实是那台手机拥有了你呀。所以我们必须立刻行动。第4章，建立数位防火墙，这就是我们2026的实战应用。当然啦，我们不可能每个人都跑去深山野岭当野人，但一个真正的高阶玩家绝对懂得如何在都市丛林里架设防线。这里有3个从梭罗实验中萃取出来的现代扩充套件：静音夹讯、资讯断食，还有重新定义成功。我们一步一步来安装。步骤1：静音杂讯。我建议你等一下立刻关掉手机里90%以上 App 的横幅推播通知。当年梭罗可是直接拒绝了邮局，因为他觉得人一辈子根本收不到几封真正值得花邮票钱的信。现在请你也夺回你的主动检索权，拒绝被动轰炸。除了家人跟最重要的工作联络，其他的全部改成你有空才去看。光是这一步就能帮你清掉一大半的系统垃圾。步骤2：资讯断食。每个礼拜给自己安排3个小时完全零萤幕，真的很下心把手机锁进抽屉里。这就像是让你大脑后台那些因为严重过载而发烫的晶片，终于有时间降温，清空垃圾站存档。去楼下散个步，拿张纸乱涂鸦，或是跟身边的人好好吃顿饭。相信我，这世界就算你3个小时不盯着它看，也绝对不会毁灭的。步骤3：重新定义成功。我们会意识内耗，其实就是因为停不下跟外界的比较。有一个问题你一定要常常问自己：我到底需要花费多少生命去交换这个东西？下次当你想买个超贵的潮牌，或者看着网络上别人精致的生活感到焦虑时，问问自己这句话。当你把欲望的底线拉低，你会突然发现你根本不需要那么多外在的杂讯来证明自己有多棒。好的，各位战友，第5章 OV 为心得总结。恭喜大家，关卡即将完成哦！让我们把今天所有的核心概念收拢一下，帮大家重点总结。第1，瓦尔登湖从来不是地图上的一个景点，它是一种心态。第2，过剩的资讯，你买到的从来都不是知识，而是过剩的焦虑。第3，在这个疯狂想把你的每1秒钟都标价出卖的时代，能够随时转身一键开启灵魂静音的人，才是真正高阶的自由玩家。真正的瓦尔登湖是你心灵深处那块任凭风吹雨打，也绝对不允许任何杂讯进来践踏的纯净自留地。陪着大家拆解完这套清净系统后，我想请你做一次最诚实的自我审计。这是一个非常值得你深刻思考的问题。如果现在逼你把手机彻底砸掉24小时，你心里涌上来的第一个情绪是重获自由的轻松感，还是像世界末日一样的巨大焦虑？你觉得现在你的生活里到底是哪一种数位杂讯正在最疯狂地吸干你的生命力？欢迎在留言区留下你的断网宣言，告诉我你最想关掉哪个杂讯，我们一起优雅地把世界调成静音。原理游侠之旅不只是我们的旅程，更是我们的归宿。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加入我们共同的会员，超级感谢！我们在一起冒险，体验这个世界。我是 OV， 期待看到你的留言回馈。朋友，我们下一场旅程见，期待与你相见。最后我想跟大家说，看到影片的你是我们的友人。